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本草系列芳华抱枕套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抱枕套包含主体和装饰，先进行主体和装饰的制作，再进行组装。主体包含后片、前片和钩边。先进行后片和前片的制作，之后将两片反面相对进行钩边。注意，钩边要留出抱枕开口位置。具体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学习后片，后片是环形起针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。大家看图解时，按照箭头指向来看，例如后片这里单数行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表示在正面钩织；双数行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。先钩第一圈，环形起针，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2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继续调起针，钩3个长针，3个锁针。将这6针看作一组，再钩2组。钩完后收紧起针的线圈。之后在起立针上挑起锁针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这一圈在反面钩织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后挑起下方锁针辫子，钩2个长针，起针的线头放到钩针上一起收起来。3个锁针，3个长针，已经钩完的部分看作一组，之后在3个锁针辫子上都钩织这样的一组，再钩一个锁针间隔，长针的位置跳过不钩，左侧是锁针辫子，继续钩一组花样，也就是3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钩完后再钩一个锁针间隔，之后对照图解将这一圈钩完。
完成后在起立针上引拔。第二圈完成。下面钩第三圈，这一圈在正面钩织，立3个锁针。翻面后，左侧是一个锁针辫子，在这个锁针辫子上钩2个长针。算上起立针，一共3个长针。之后钩一个锁针间隔，3个锁针辫子上钩一组花样。钩完后钩一个锁针间隔，锁针辫子上钩3个长针。看一下这一圈的规律是3个锁针的角的位置钩一组花样，一个锁针的位置钩3个长针，花样和3个长针之间钩一个锁针间隔。按照这一圈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来看一下图解，整个后片的规律都和第3圈规律相同，只需要注意后片始终正反面交替钩织，对照图解按照规律钩出需要的圈数，后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前片，前片是环形起针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。先钩第1圈，环形起针后立3个锁针，继续在起针上钩3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继续钩4个长针和5个锁针。这样几针为一组，再钩2组。钩不下的时候，可以移动织片，继续往下钩。完成后收紧线圈。在起立针上引拔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立3个锁针，织片翻面后钩2个锁针，5个锁针辫子上钩出1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1个长针和2个锁针。之后在针目上钩1个长针和2个锁针，这2个锁针对应下方2个针目，且这3针我们看作一个格子，再来钩一个格子。
也就是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。之后左侧是5个锁针，在上面勾出一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一个长针和2个锁针。之后再勾2个格子，继续对照图解，勾完这一圈。勾完后，起立针上引拔，第2圈完成。来看第3圈，勾法和第2圈大致相同，只是部分锁针换成了长针。第4圈是在第3圈格子上方勾格子，长针上方勾长针。第5圈和第3圈大致相同，只是在连续长针的上方勾出减针。我来演示一下第5圈，先勾一个格子，一个长针，之后勾3个锁针，一个长针4针并1针，先勾4个长针未完成针，正常绕线勾出，勾出前2个线圈，长针未完成针就勾好了，再来勾3个，2、3、4。现在钩针上有5个线圈，绕线将线一次勾出即可。这个就是长针4针并1针的勾法。再勾3个锁针，其余位置和第3圈的勾法基本相同，大家对照图解勾完这一圈。再来看一下前片，从第4圈开始，每一条边的中间部分勾格子，角的位置是4到5圈，为一组循环，重复钩织。从第5圈开始的单数圈，每增加2圈，一条边上增加4个格子。注意前片的最后一圈和之前的规律有所不同。这一圈在并针勾完后，继续勾格子。参考以上规律，对照图解，一直勾完需要的圈数，这样前片讲解完成。下面学习钩边，将勾好的前后片，前面在上，反面相对，挑前片角的锁针辫子和后片角的右侧1针，接线后立一个起立针，勾一个短针，之后左侧是3个锁针，挑2层锁针辫子，勾3个短针，再挑锁针和针目，勾一个短针。看一下后片的钩边，始终是1针对应1针勾短针的，前片需要调整，后面我就只说明前片的钩织位置，后片都是一一对应。
继续钩一个短针，调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，针目上一个短针，锁针辫子上2个短针，针目上一个短针，锁针辫子上2个短针。钩完后，左侧是一个个的格子，每2个格子是一组规律，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锁针辫子上一个短针，针目上一个短针，锁针辫子上2个短针。按照一组的规律，钩到减针的右侧还有一个格子，也就是第2个长针的位置。这里前片上的钩边除了格子是有规律的，其余都需要对照图解钩织，4条边的钩法相同。下面对照图解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角的锁针辫子。在钩织过程中，如果一条边遇到对不上的情况，以前片为主进行钩织，可以在后片上多钩或者少钩进行调整。如果相差较大，就需要在一条边中分散进行调节。现在看一下成品，钩完最后一个角后，继续对照图解，钩完10针短针之后，不需要拼接后片，只在前片上进行钩边，最后剩余10针再进行拼接，这样就留出了抱枕开口。继续看钩边的第2到4圈，第2圈是一个短针和5个锁针为一组，重复钩织，2组间间隔3个针目，最后一组的锁针，注意替换成2个锁针和1个长针。第3圈是调锁针辫子钩织的，每4个锁针辫子上钩出一组花样，其中3个锁针辫子上钩1个短针，短针之间钩5个锁针间隔，剩余1个锁针辫子上钩出7个长针的扇形花，钩边的4个角的位置略有不同，是9个长针的扇形花。第4圈和第3圈类似，只是长针之间需要钩1个锁针间隔，其余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继续钩第5圈，立1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1个短针，再钩1个锁针4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4个锁针，之后挑起下方短针的前2根线，钩1个引拔针，1个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3个短针，左侧角的位置是9针长针的扇形花，这里跳过第1针，钩2个短针，
一个狗牙拉针。之后按照3个短针一个狗牙拉针的规律勾到左侧，还剩一个锁针。之后在锁针上勾一个短针，角的位置就勾好了。之后角的位置都参考这里的勾法，继续往下勾，跳过一针长针，在短针位置勾一个短针，左侧锁针辫子上勾3个短针，一个狗牙拉针，2个短针，锁针辫子上勾完后，调左侧针目勾1针短针，之后左侧是7个长针的扇形花，这里跳过第1针，勾2个短针，一个狗牙拉针，之后按照4个短针一个狗牙拉针的规律勾到左侧，还剩一个锁针。之后在锁针上勾一个短针，这个扇形花的位置就勾好了。之后7针长针的扇形花位置都参考这里的勾法。下面大家按照规律参考图解勾完这一圈，这样勾边部分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装饰。装饰包含花片1、花片2和叶子。每个装饰勾完后都需要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花片1和花片2由2种线材构成，其中渐变色部分将线根据颜色分开绕线，换色时用不同颜色勾，绕线时颜色大致分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特别精确。并且花片1和花片2有不同的配色，具体的配色请看图解。下面来勾花片1，第1圈是环形起针，之后勾12个短针，第2圈是在每个短针上勾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，这里我已经勾完了，继续勾第3圈。这里配色不做参考，具体对照图纸勾织即可。在锁针位置接线，锁针位置如果不好找的话，看一下短针右侧的辫子下方，这里就是锁针辫子位置。第一个锁针后勾一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勾一个长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先勾4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2次，勾出，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，再勾3个。勾完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，一个枣形针完成，继续勾5个锁针。勾完的部分看作一组，重复钩织。
调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一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这一圈的入针位置都是调锁针辫子位置。5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，按照规律钩完这一圈，钩完后断线，继续钩第4圈，在上一圈短针上接线后立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每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，6个锁针。完成后引拔，第4圈完成。第5圈先钩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调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7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和一个短针。钩完后，在短针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钩完后的这一圈应当在第3圈的下方。钩完后，继续在下方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并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一个花片1完成。继续钩花片2，第1圈是环形起针后钩8个短针，第2圈是在每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。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下面钩第3圈，调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立4个锁针，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再钩4个长针。之后拉大线圈，钩针穿入第1个长针，这里是调起立针的2根线，之后将线钩出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爆米花针就钩好了，再钩5个锁针，继续在下一个锁针上钩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。
钩完后再钩5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爆米花针上方这样一个锁针辫子上引拔。第3圈完成之后，钩第4圈，在爆米花针上方这样的锁针位置开始编织，立1个锁针，钩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在锁针辫子上钩长长针5针的枣形针。再钩1个锁针3针的口牙拉针，这里引拔针的位置，我们挑第1个锁针这样的2根线，钩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这个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再钩5个锁针，挑爆米花针的这个锁针位置，钩1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，这样花片2就讲解完成。下面钩叶子，先锁针起16针，之后钩第1圈，立1个锁针，挑锁针上方的2根线，钩1个短针，1个中长针，11个长针，1个中长针，1个短针，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再钩1个锁针，之后旋转织片，在锁针剩余的1根线上继续钩织，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短针，中长针，11个长针，1个中长针，1个短针，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上挑1根线，钩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挑针目，钩2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对照图解钩到左侧短针上方。之后左侧是1个引拔针，挑上方1根线，钩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左侧锁针，挑上方1根线，
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再钩锁针2针的狗牙拉针。这里挑第1个锁针，钩引拔针，继续挑引拔针的上方1根线，钩引拔针，之后继续对照图解，钩完剩余部分。这样叶子就讲解完了。继续学习组装，组装包含装饰、小花片和扣子的组装。先来固定装饰，将钩好的装饰参考成品图摆放好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之后从中心向外固定，装饰的固定方法都一样，这里我以其中一个为例进行讲解。预留的长线头穿上缝针，将花片放到前片需要的位置，可以扣记号扣固定。之后挑前片织片，和花片的背面缝合。这里挑针以线头不露在外面为标准，尽量间隔的短一点，会更美观。绕圈，将花片1周缝合固定。这里花瓣的位置，如果想让它更立体，可以不用缝到最外圈。这样一个花片就固定好了。按照演示固定其他装饰。花片和花片之间固定的时候，可以有重叠关系，也就是这个花片可以压在其他花片的上方。具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继续固定小花片，剪下一个完整小花片，再剪取一段与小花片颜色相近的线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线演示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上缝针，在需要固定的位置接线，然后缝合花心的1周。一个小花片就固定好了。最后固定扣子，在前片开口的位置均匀扣上5个记号扣，之后用前片颜色的线固定扣子。缝完后的扣子可以直接扣在后片上。这样组装也全部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抱枕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
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